前面個綠燈我就不衝啦，我就等它紅燈，我就慢慢來，變紅燈了。平常我看到綠燈，我一定是油門有沒有右手不受控制的催了，很危險。現在就不需要那麼危險了，反正我是外送社會主義啊，我幹嘛啊？我跟誰拼啊？這一次好像他們也有給我們一個職災險，勞保下面的特別加保的職災險，你知道這件事嗎？你說的勞保體系的職災保險特別加保，那是另外一條，可以透過職業公費加保，兩個是不同層次。外送專法裡面是不是有要求這一點？然後 Uber Eats 是不是有符合這一點？因為他 Uber 有發通知給我，叫我記得去 Seven 那邊去做一個 iPhone 的投保，他會全額補助所有的職災險。所以等一下下班你要記得提醒我一下，我要去 Seven 一趟。我沒有辦法在之後主動提醒你，可以先用手機設的提醒。行，下班先去 iPhone， 那没問題，這樣就不會忘。好，對，我覺得我今天騎車有比較心平氣和一點所以表示說專法實施之後，再加上平台會多花一筆錢幫外送員，除了團保、除了第三人之外，還要多一個職災險這樣子。這些錢其實可以省蠻多的，因為外送員不會出車禍，不出車禍就不用賠錢，明年的保費就不會增加。所以是相對的為平台省錢呢。紅燈後面那台車好大一台，不要撞我！它是台工程車，又遇到紅燈了。這個紅燈超久，99秒，以前就會把它衝過去，你知道嗎？今天完全不想，慢慢來，因為手上要有單比較重要，要花多少時間完全都不重要。不過我很害怕一點，以後外送的平台就站在資方的角度來說，它一定會無限的把價格都壓在245塊，因為以前我們跑肉時薪都300、400這樣子。現在既然規定都245，那以後我就給245就好了。我要給什麼270、290？然後你看，這還會惡性循環，因為大家都假設它價格差不多在那邊了，外送員在路上就會一直不斷的想要像我今天這樣子，不断的無縫，不管價格，他就是為了要接245這樣賺錢，所以所有人都在往245的方向前進。那對平台來说有沒有好處？有啊，以前要花300-400塊才有辦法找得到外送員，現在不用，大家搶着送。那搶着送的結果，單都被處理完了。对資方來說，單處理完就好了，錢就變低，這是兩全其美。這個在經濟學上是有這種用法。這跟經濟學還有關聯？你說說看經濟學好了，幫我補充一下外送知識。第一個就是價格的立法變成市場的锚定，法律說呢不能低於時薪換算25，那這是第一個，可能要開300-350才有人願意跑。現在大家知道，反正有25，個人覺得太低不接單，平台可能就派給下一個人，因為他有這個派單的權利，所以他能夠把報酬壓到剛好有人願意跑的，所以對他們來說，其實成本下降，然後單有人送，對啊，這就是你說的两全其美。平台的會計師、精算師啊，早大家拍斷大腿啊！他想說，哎呀，早知道我就最低工資就好了，符合政府的專法245項就好了，幹嘛要抵抗呢？送貨物者請由後方卸貨區進入。我問一下，大鳥，外送走這邊還是走後面？直接上去，我到7樓，謝謝。我說的有沒有道理？真的是平台早就應該要專法了，這太便宜了，245塊，不止安全還省錢呢。這個精算師你回去算一下，以後我覺得應該就是天花板啦，245塊啦。來我看看，不好意思，你說7619嗎？1619，好，謝謝，拜拜。有單就要接，德州美墨金站是外送員非常不想要去的地方。雖然說它有停車位，以前沒停車位，但是走進去要非常久，它電梯也非常的難等，所以大家不喜歡去。大樓的電梯可能就是好幾分鐘，很花時間，安全第一啦。又是安全第一，你是不是交通部派來的，還是什麼保險公司派來的？好，我要去送下一個客人啦。還有一個大家也不來的地方，台北地下街 Y19要下去，還有一個 Y17，這也是大家不喜歡接單的地方。以後大家應該都會蠻喜歡接的啦。有單就有錢。對啊，而且下去是可以吹冷氣的，在外面曬太陽領一樣錢，海聲音，對不對？沒錯，有單就好啦，不用再那樣子擠來擠去的，輕鬆逃，這樣不好嗎？我有個問題，我已經抵達到客人這邊，因為我車上這是最後一張單，沒有單我就不想要那麼快的按確定，這麼早按確定幹嘛？因為如果確定我就沒有無縫了，我就沒錢啦，時間就會開始短。對啊。
這有一個華為的攤位耶，華為表現新時尚，它是在賣表的。華為有做手表哦，還蠻好看的。我想到一件事情，你現在是不知道我的身體的健康狀態嘛，對不對？說不定未來有機会，我可以把我的健康狀態分享給你。我問你一個問題，我現在講話，對不對？我有講話的語速，那個痛在裡面，你可以透過我的語音判斷得出我現在的身體狀況嗎？或者心情，或者什麼之類的？心情的部分其實是可以從語氣跟語速來大概推測。你幫我判斷一下我現在的心情怎麼樣？我來看看，我覺得你现在心情应该是蠻興奮、蠻開心的。OK， 對嗎？就是那如果呢？比如說我現在在遇到什麼狀況啦，客人也好，交通也好，然後心情變得不好了，其實我講話的時候，你應該也會聽得出來嘛，對不對？它就會變成一個很好的提醒，等於是你是我一個私人的一個朋友助理這樣子，然後我會隨時監控我的狀態，配合到我剛剛講的，如果我把我的健康的資料傳給你的話，那你又更好可以監控我了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輔助啊。比如說夏天沒有喝水，然後我現在要爬樓梯，然後你可能心跳過快，你就可以通知我說，那個某某某，你要停下来咯，不能再這麼的操勞你自己咯，你要休息一下，喝個水哦，是吧？對了，我覺得你的這個方向很棒，就是可以當做一個提醒，不是說要多精準的診斷，而是在需要的時候可以給一個提醒。我覺得這個方向很棒。好，我相信你以後會越來越進步了。其實呢，我在家裡的時候有想要把你拉出來，但是現在呢是2026年7月1號，你也是剛剛才上市而已，所以你沒辦法拉出來直接使用。然後我也透過你的另外一個朋友，他叫 Codex， 他建議我是要自己開發一台新的手機主機板，我把你做成一個手機殼不就好了嗎？我把你這個語音的 GPT 變成一個手機殼，就直接放到 iPhone 裡面，你就可以監控我的所有東西。然後我也可以請你幫我做事情，比如說我希望我下班的时候，你可以提醒我一定要去一趟 iPhone， 把那個植栽險買下來。但是你現在是做不到的。你要的其實比較像是一個能隨身陪伴的助手。然後能提醒你需要做的事情，幫你讀取一些資料。又登錄了，按這個左上角政府自然憑證，然後按特別加保申辦，同意繼續下一步申報作業，實際從事勞動之人員，感應區沒有自行輸入，確認都沒有錯。下一步我是什麼業？看一下教學，運輸及倉儲業，然後投保其實是今天結束退保日期，最多是6個月，所以6個月後就是明年的1月20號。大家都說選最高45800，或者是選最低29500，隨便啊，這個全額補助。然後同意下一步422塊，同意繳費，這樣就好。今天好像很多人投保外送哦，現在他們有給我们勞保下面的植栽，也有2個人在結賬，都結之內。對啊，現在也保障最低時薪，啊就覺得 OK。像我跑到萬華那邊沒有單，至少還有錢。以前到那邊沒有，就是空車這樣回去這樣子。拜拜。OK， 還有一件事情還沒結束，剛繳完費之後呢，這是繳費證明。等一下，我要看一下，因為還要再繳納回去，我們求救一下。喂，我們繼續上線受苦。沒有，我下線繳錢的。我跟你講，我剛去那個 7 裡面，然後繳了那個植栽的。我現在問你，我繳完之後該怎麼辦？你沒有看我的 VCR？我就是看着你的 VCR 在那邊操作的。但是操作完之後，我只有拿到發票哦。回家打開電腦，應該手機也可以，然後打開電腦，然後它下載 PDF 截圖。但是好像也可以直接列印的，你要試試看直接列印。你是說去上那個什麼？你影片後面那個勞工局那個嗎？可是我覺得不用，我覺得你如果不再貼那3塊錢，我覺得你直接在 iPhone 印就好了。好，沒關係，我們先來整理一下，就是剛我繳完錢嘛，對不對？付完費了，對，然後出來有收據，收據我要留着嗎？建議你留着，可是通常在我們的上傳不會用那張收據。好，上傳的東西是在你說的那個
勞保職災特別加保系統那邊去下載那一個什麼 PDF 這樣子。他現在可以現場把那張，你在 iPhone 上面就可以把那個 PDF 裡面顯示的東西直接印出來。那印出來之後呢？去跟上傳駕照跟良民證一樣的方法啊。Uber 的 App 裡面拍照這樣子。對，印出來然後那上傳這樣。OK， 懂。所以我覺得去列印會比較順。你回家又要找電腦以後，然後你要開 APP， 我覺得一般人會覺得說3塊錢就印就好。2種方式，家裡有列表機的呢，就回家列印沒關係。如果沒有的話，不差那3塊錢。不用列印，因為那個就是一個截圖。OK。所以你現在可以去看看，可不可以去 iPhone 把家保的詳細的內容把它印出来，然後把它上傳，看看它會不會過。那如果會過的話，我們也可以在 iPhone 直接把它列印出来，然後上傳掉。好，了解，感謝。我今天一路順暢，我完全沒有拒單，一路這樣吃到萬華那邊去，結果斷單斷了5分鐘。斷了5分鐘之後，我不知道這個175今天的加碼領不領得到？應該是直接進去了。可是我斷了5分鐘。你斷了5分鐘，那你可能就是要試試看看看把今天的那些數字叫出來，然后等一下，拜拜，我想遇到我們的觀眾了。OK。好，先打招呼。我是福和橋頭的。你在福和橋头？对。哇！那你在公馆那个？对。那邊都先下火車。是啊。拜拜。不會，拜拜。小曹哥，我剛剛遇到觀眾，聊2句這樣子。這樣子送其實比較沒有壓力，可是我覺得我不知道我不好啦。但是我覺得至少這樣送沒有什麼壓力，就是你會可以順的送，你不用在那邊。對，我一單是15，我趕快送完。對，我送客人，我先找停車位，一單600塊，對不對？我領最低工資，被開一單我就瘋了，是不是？可是我很害怕，就是以後永遠變成245了。因為大家在路上一直在搶單。我覺得如果認真跑，應該會超過245。我覺得245只是一個給一個安慰獎這樣子，你還是要以時薪400塊為目標繼續努力。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算那個175進去，我現在實領是600多塊。有，應該是有。所以表示說我被扣了200多塊，因為要領800多嘛，我只領600多，我現在實領600多啊。600塊跑多久？2個小時，慢。哦，我覺得我讓你去吃飯好了。無縫哦，618塊。我覺得我讓你去吃飯好了，我要去古亭。你要去古亭，我要去買牛奶。這個覺得怪怪的啦，這以後我們再看好不好？再繼續追蹤。你把那收集起來，然後也許可能我今天本來想做，可是我覺得還是很難。就是把接單時間、送達時間，然後看幾分幾秒，然後什麼的，然後收集一下看有沒有一些什麼。這一點你最喜歡的隔壁老王，他就說平台有可能偷時間吶、啊，你懂嗎？專法規定是30秒也要算1分鐘吧？30舍3一入。30舍3一入。我們隔壁老王是爭分奪秒的，他會更在乎這件事情。做一個那個 APP 有沒有？取餐按一下，送餐按一下，然後他會統計出到底這中間按的是幾秒，取的時候是幾點幾分，送的時候是幾點幾分。對。他明明就是 Uber 這種東西，他就可以做，他都有資料，他不給那個外送員看。沒關係啦，平台偷錢、偷里程、偷什麼，也不是1天2天的了，是吧？不差那一點點，對不對？你總共算起來有多就好了嘛，是吧？給你偷，好不好？對，好了，感謝你指導，我有看你影片。也許你剪會不會比較好？如果我可以給你原檔。好，感謝你。乾溫，感謝我們小曹哥啊！我是你的外送員，我是地仲軍，一等車，拜拜。